他是量化投资的开山祖师爷，也是金融圈赫赫有名的数学天才。20多岁时就用数学模型精准预测出了二战的走势，后来干脆直接成立公司，把赚钱的算法卖给华尔街各大投行。靠着一套黑科技交易系统，他每天都能从全球股市薅下一捆羊毛，年化收益率更是轻松干到 30% 以上。在那个连巴菲特都甘拜下风的时代，他的名字叫詹姆斯·西蒙斯。为了研究出更好的量化策略，西蒙斯甚至专门跑去麻省理工学院读了博士。毕业后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，但很快就因为奖金太少，转行去了贝尔实验室。在那里，他凭借高超的数学能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，并因此声名鹊起。1969年，也就是他34岁那年，西蒙斯利用数学模型准确预测出了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。消息一出，全世界媒体都在争相报道，西蒙斯也因此成了大明星。美国政府见状，赶紧给他递上了橄榄枝，希望他能帮忙预测一下战争走向。西蒙斯二话不说，当场就答应了下来。很快，他就运用数学建模的方法，准确判断出了苏联将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没多久，苏联就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了闪电战。这次预测成功，让西蒙斯名声大噪，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拥趸。有了名气后，西蒙斯决定辞职创业，专门做金融投资。于是，位于纽约的科维腾公司应运而生。虽然没有任何金融背景，但靠着天赋异禀的数学才能，西蒙斯很快就创造出了惊人的收益。最牛的一次，他仅用1天时间，就靠做空日元赚到了 1.5 亿美元。然而，正当所有人都在羡慕嫉妒恨的时候，西蒙斯却突然宣布要退出江湖。原来，早在创业之前，他就已经通过卖方市场赚得盆满钵满。所以，当自己的量化模型被华尔街同行疯狂复制后，西蒙斯毫不犹豫地选择急流勇退，然后一头扎进慈善事业中。不过，即便早已功成名就，但他依旧坚持每周末都要去办公室上班的习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愿意成为西蒙斯那样的数学天才吗？西蒙斯的10条交易法则： 1. 尽管我们的策略会对投资标的长期持有，但我们每天平均会进行超过1万次的交易。事实上，我们投资组合中的每只股票平均每隔1天仓位就会有增减的变化。我们使用的分散投资的方法是尽可能多的配置各类型资产，平均来讲，我们会持有2500到3000种不同股票。2. 文艺复兴拥有非常好的工作环境和一流的员工，包括数学、统计学、物理学、天文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们。我不知道怎么雇佣做基本面交易的交易员，因为他们有时候赚钱，有时候亏钱，但我确实知道如何雇佣科学家，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有些自己的感觉。3. 如果你做基本面交易，那么某一天当你醒来时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个天才，你的头寸总是朝利于你的方向发展，你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你也会看见自己一夜之间赚很多钱。然而第二天，所有的头寸都朝着不利于你的方向走，你觉得自己像个傻瓜。4. 既然我们会做模型，那就不妨跟着模型走。所以，在1988年的时候，我决定100%的依靠模型交易，而且从那时起，我们一直都这么做。5. 一些公司也运用模型，然而他们的宗旨是，他们有一个模型，用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给交易员提供参考意见。如果他们赞成这个结论，那就照着执行；如果他们不赞成，那就不执行。6. 这不是科学，你不可能模拟出13年前当你看见市场行情数据时的那种感觉。回溯测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如果你要是真的靠模型去交易，那就完全遵照模型说的去做，不管你认为那个模型有多聪明或者是多傻，这后来被证实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。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100%依靠电脑模型做交易的公司，做的业务从我前面提到过的外汇、金融工具，逐渐发展到股票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交易的，
流动性强的东西。7. 我们随时都在买入卖出卖出和买入，我们依靠活跃赚钱。我是模型先生，不想进行基本面分析。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降低风险，而依靠个人判断选股，你可能一夜暴富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输得精光。8. 有些交易模式并非随机，而是有迹可循，具有预测效果的。那些很小的交易，哪怕是只有100股的交易，都会对这个庞大的市场产生影响，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交易发生。其实所有人都有一个黑箱，我们把它称为大脑。9. 交易就要像壁虎一样，平时趴在墙上一动不动，蚊子一旦出现就迅速将其吃掉，然后恢复平静，等待下一个机会。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很小的机会，可能转瞬即逝。这些机会出现之后，我们会做出预测，然后进行相应的交易。交易之后，我们又会对新的市场情况进行跟踪和评判，预测也会相应调整，投资组合也会跟着变化。10. 我不是世上最机敏的人，要是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，我的表现也不会特别好。可我喜欢琢磨，在心里琢磨事，也就是反复地思考某些事。事实证明，那是种很棒的方法。